朋友们呐，今天下大雨了，又到东北哥这儿蹭饭吃了。你这跟那动手术的似的。要不扎手啊他？看看他这个房子的后边有2颗板栗，有没有要吃的？看好多好多。都成熟了。我等一下放到鸡肉里面。再用竹竿搞2颗下来吧。等一下放在老母鸡里面一块儿炖。他有那想法哈，你看他那动作都有那种想法。其实下雨之后你没发现，下雨之后发现看着，看着云山雾绕的，看着可好看。而且清晰度也感觉很高。空气可好。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跟你讲，那空气可好了。是啊。哎，你这儿有那个吗？你这儿有松鼠吗？有啊。它也吃板栗的嘞。不是，它就上这松鼠。好了。这松鼠它就上这板栗树。它吃哎。吃。你不管的话，它就给你吃嘞。对。扎手呢？扎手的这个，你可不能拿手去拿。我家金豆，我跟你说，没事就叼个这玩意儿，我都不知道是干啥的。它敢叼吗？叼啊！你们看看这只小狗叫金豆儿，长得可帅了。金豆儿，金豆儿。待会儿来，给你玩一个来。你扎它嘴了，等一下。它自己叼回去，我不知道是啥玩意儿，最后才知道是板栗。它原先叼。把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弄。把这。我跟你们讲啊，这个板栗啊，到时候你把整来晒干了之后，然后拿来炖猪脚，一定要买猪脚来炖，而且一定要土猪脚，最好是辣猪脚。哪里有辣猪脚呀？我准备今年没事的话，买半个猪，然后你先那个呀，你先买来把它做成腊肉之后，然后等到正月的时候再吃啊，就可以了。因为我不会做，大友家媳妇会，我问他说过年的时候教我。可以呀。然后他的意思说是过年他家要杀猪嘛，我就在说的，我买1家猪肉，然后你帮我塞腊肉。他说行。塞腊肉，我们这塞腊肉其实简单。他家2头猪呢。他吃不完是吧？那你杀了要卖点，他自己留点塞腊肉。你跟他说了吗？说了。说了，那你就让他给你留一半呗。然后你就拿做腊肉呗。做腊肉。猪蹄啊啥的。我没想到还有板栗呢，我一直都不知道长得什么玩意儿。意思是你来的时候看到以为就是个树。对，我一直不知道长得什么玩意儿。然后还有那个玩意儿，那个是桐油什么东西？桐子，那个现在没什么用。那个我都不知道什么果，我说等它长熟了。最早的时候我说等它长熟了，我尝尝是啥味儿。大爷媳妇跟我说那啥味儿也不是，那东西不能吃。那不能吃的，那个是搞油的。你这2颗板栗好也要打一些的，也要打不少的。还有的，这个林子里面还有，你到时候可以到林子里面去找一下。这个猫叫什么名字啊？猫叫银豆。金豆儿，金豆儿，银豆儿，过来，金豆儿，银豆儿。这2对儿，你看银豆儿都答应了，金豆儿你干嘛呢？金豆儿。看肌肉去了。我们天天都跟他对闲话似的，我一叫咪他就哎，咪。坐快点，坐。他想坐小坐的又怕下面脏，这家伙。坐。长高了哈，你随便动动它就。长大了。油光滑亮的，你看它那个毛色。猫也想吃。有2个这玩意儿，我天天可好玩了。是啊，这养猫养狗不就是这样的吗？
这今天早上嫂子刚起来杀的鸡，鸡血。哎呦对，老母鸡。太，每次到你这里都有好吃的，我这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总得给你搞得不好意思。啥不好意思的？又杀了一只土鸡。我跟你讲，你不来的情况下，俺俩整一个吃不完。还是用这种火炖出来的菜香，真的。对呀、我来这里以后，我真感觉到了，这种火炖出来的菜特别香。柴火。嗯，那你用什么煤气啊？用什么电的，肯定要差很多。看看河里头抓的螃蟹3个，你准备一直给它养着了？你等下被夹了哦。那天给我手都夹出去。河蟹，这个就是正宗的河蟹。对啊，你下次去多抓一点，过几天，哪天天晴了去抓，多抓一点来可以炸来吃。我改天把我蜂箱里的蜂蜜采点儿。你蜂蜜可以采了吗？有吗？你看过吗？那个经常养蜂的那个老爷子，他说有啊。他说长实了都。哦，长实了是应该就是长满了吧？对对对，就是那意思。黄瓜都栽上了。你这自己育苗的吗？啊，自己育的苗吗？东北的吗？你看这个这啥都在干。小菜，这个是小菜啊，这是什么菜啊？白菜。那个又是什么瓜？那一个丝瓜。你那个是不是肥料搞得太充足了？对，不少接了，都接几十个。你吃，可能人家都吃不完，知道吧？对啊还送点给人，有人来找你玩的话，还送点给他自。给自足，就是那黄瓜一开始那家是没少接，嗯，他们那天搁这刚才赶庙会，来给他们拿再吃，完了他们拿。哦，那天赶庙会我也，他们说过，我老妈说过，就是在下面搞庙会上，这样看去真的是爽。你走到那儿，然后上面的都是云雾缭绕的，这感觉真的好。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啊！这真的是。想吃啥整点啥，想干嘛干点。是啊，真的爽。以前我都也经常走这里过，但是真没有发现有这种感觉。你俩住进来之后，就这感觉就不一样了。你看早上起来的云深雾绕的，看着多好。是啊，现在是雾气，下雨还没下雪，看着给那个，就人家说了，给那半仙境似的。对。然后呢，种点菜呀，干啥呀，也不用打药，嗯，吃一吃。是啊，必须得，这个就是现在就是食品不安全，知道吧？人容易得病就是食品不安全。对，你吃的东西它有含激素啊，对不对？你看我今年种的黄瓜，一群人都在吃。一颗都给他们送了。哎，那么一颗秧子接30-40颗。你东北带来的那个？对啊，我一颗那另外秧子，种子不一样。一颗秧子头一茬摘，头一回摘两个本地黄瓜就这8么个，大，就老了。嗯，那都是。然后第二茬摘20几个，摘了2回都摘几十个，一颗秧子上。哦，那品种不一样。我给王江家弄了点黄瓜秧子9颗，他家黄瓜也吃不完，长的，他家地比我家地还肥，他家牛粪多吗？对。然后他家黄瓜长得更多，他说我都吃不完。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这个平台大家很熟悉吧？就是我家边上的这个平台。看我们这里，今天雾特别大。然后现在呢，我就要去拿蜂蜜那里，然后把大家的这个蜂蜜拿回来。好几个朋友让我带嘛，可能要10多斤蜂蜜吧。大家看一下这个能见度啊！我的个天哪，根本就看不清楚，雾太大了。开车都要特别的慢。
哎呀，他们家养着羊，这2个小羊太可爱了。哎哎，嘿嘿嘿。到了，这个山下面这个雾也不得了的大。你宝宝呀？那你妈妈呀？啊？我走了。我喊是你妈妈，喊是他在哪里没？你喊是喊着答应他呗。我喊他转来装蜂糖，你跟他说噻。哎，哥仔，你没有回来啊？咦，我到你家来了。你要找来给我装蜂糖噻？你没人的，这个小姑娘在屋头。好，你没喊答应呐？今天看电视，有点感冒的。今天看电视，好。大家看一下他家的蜂蜜，就是挂在这个房屋里面的，它不是放山上的。这个大哥挺勤快的呀，看这么大的雨，然后都出去干活赚钱了。就是在，应该是我们那边高速路那个位置，可能是临时干活吧。这么大的雨都去干活了。我来敲，我不进去大点。我来敲，你拿筷子来给他整，我来敲。我在敲我。你要不要吃？好吃。那个是那个回事噻，8条重的呀。然后把这些桶也让你提起走的，好，干不干？这里种的5斤了嘛，要称它。你要2的量就行了噻，这里你2罐3斤，你要的有2斤，这里2罐3斤就行了。你别闹，要我也把一桶让你提走了，你要快那个。蜂蜜装好了，上去回家了。明天呢，就去城里跟朋友们发走。这个种的10几斤蜂蜜，很重的，真的10多斤蜂蜜就很重的。大家好，我是阿泰。今天呢，我又到大山里面来了。然后呢，公路呢在下面，我现在脚下呢是一条毛的公路。那么已经开到这里来2、3公里了，还没有看到上面应该有住的人了。你们看看后面的大山。然后现在是这种泥巴路，这边的路是还没有硬化的。我给你们看一下这里的环境，整个山上应该在居住的人还不少。我呢是从山下这个峡谷最底部开车上来的。那么这一段路呢还是泥巴路啊。那么从这里上山去呢，上面应该是有人居住的啊。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些房子了，是吧？看一看，这边还有这么大的山。我告诉你们，还有那边那个很高的那个山，那些地方都还有人居住。车子停在下面，不敢再往上开了，步行上去吧。这边就是一个小村子，看看
这里还有几棵古树，这个是红豆沙吧？估计还有不少的人在这里居住吧。我们看看有没有人在家。我要去找一个地方。大家可以看看，在这个山里面特别的清静啊，你听到的都是鸟叫声，没有其他任何的杂音。哇，这里挂了好多玉米，感觉最近天气一直都在下雨啊，这个玉米都发霉了。还晒了好多板栗。主人家，有人没到？吃饭没到，娘？没吃啊。哦，我走下班终于上来呀，来逛耍。吃饭没到？吃。吃了，坐。你们这里还有好多人在这里啊？我们是想没得家的，没得几家了哈。我们是下面在收拾点红烧。哦，来收红烧。你们都没在这里做等于？在下面了哇。在底下去了哈。是大的这个，他交了5、7块钱哇，他们不拿房子的他哇，他自己房子就没给拆开了哇。哦。找到在路上来没有通啊，也不方便哈。要下雨了就车子上来不到。来不到噻，这个路得不到，这个路是我个人自己拖去修的。今天过他家地方上，这个钱就自己拖去，大家就都来，那是他。过他家别地方上，要大家都去了，要那是他家。这个是我们个人自己修的。你们在上面修的这条路？修了好多年了。是修了好多，有10多年了。现在过年10多年嘎。10年哈。修了一直都没有硬化。没有。屋里做啥子做了？做。因为我们在算过的嘛，而且我们这个村长，他说的高峰马湾大坡全面搬入新村，我搬入新村了，今后福陵山搞旅游才得搞硬化。大家也听到老人家说了哈，他们这一个村庄呢，地属于铜仁市石阡县的佛顶山自然保护区。实际上，像这样的村庄呢，已经早就搬迁到山脚下去了。只是他们呢自己回来做一下土地啊，收一些庄稼之类的，并没有特别的长期在这个上面居住。那么刚刚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些房子全部都没有经过培修之类的，那么也就是很快呢，这些房子都会进行拆掉。这个村庄呢也即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拍这一段视频呢，也就是走到这儿呢，记录一下吧。大家好，我是阿泰啊。前2天呢，跟大家拍了这一座百年古桥。他们说你这个明明就是筑的一个堤坝，是吧？后来把下面掏空了之后，就变成了桥。其实拍的时候，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哈，我以为他们当时就是按桥的这个方式来造的。哎呀，不管是桥还是堤坝吧，那么他们当时是按桥来建的呢，还是按堤坝来建的？我先在这里呢详细的给大家看一看，然后我们再上去把这个详情了解一下，问一下这个上面的一些老年人，他们肯定知道的。那么有好多朋友呢说是这个桥下面中间这些碎石头呢，它是以前用什么糯米加一些什么东西来制作的，这个我们也不清楚。等一下呢我们这个上去问一下就清楚了哈。我们现在从这个小路上去，上面住有几户人家，上去问一问，一探究竟哈，到底当初这个堤坝吧是怎么建成的啊？上去问一问就知道了。这上面还有好几户人家呢。然后大家看这些地啊，全部都种上了，种的玉米好像是。那底下个桥你们晓得不？
底下过来那栋桥啊？那种桥，桥了啊？哪个时候修出来的？哪阵修出来了？哪阵修出来的我不晓得，只有叫他几十年了。你不晓得这吧？几十年都不止了。是几十年？修桥的时间我们晓得，我们结婚了30年了嘛，你哪晓得嘛？不晓得。哦。这根这路走往家子嘛，就上街哈。这个路呢就下坡的往上走。你也走那个指路去口，然后家问那2个老大娘好吧才晓得，才搞得清楚。我不晓得。不远吗？不远吧？没得好远的。10几年，10分钟的路。那个我去看来。刚才那个阿姨说，往这条路往上走个10来分钟。有2位老人家，他们应该知道当初那个桥是如何修的。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山里面雾蒙蒙的感觉，是真的特别好。看一看，我这个位置是没怎么下雨啊，但是这个像这种山顶上的话，这个雨现在是比较大的。哦，你看很爆开了。这很爆开了。我们自己修的哦。你们修的？对。他修的谁修的堤坝呀？修的堤坝。不是塘。修的堤坝抽水。插点前面要打滚水坝。你打滚水坝就把底穿了就冲穿了又当成桥沟去了。就当成桥沟去了。意思是本来是拦水坝，拦截准备。拦水坝拿来抽水上过来的要安抽水机。抽水来自高级的啊？水能让抽水机抽在关田坝我们河里啊。抽哪里干哇？抽起来掏田喽。哦。当时干拦水坝是用哪干的呢？拦水坝这个坝冬天水小点。冬天干的。把水泄了以后，那就把春天的压起水风箱，吹呀汽油罐吹呀，吹的吹水，干的干。哦，谁要把水干到一头去，把不子往外面吹，然后就边吹边干。哦，这是理解了。哎呦，这样的都啷个干的哦？我说看个弄些大哥12个是啷个干呗？两个3队的人干呐。实在抱歉啊，朋友们，我之前以为是桥啊，确实是那时候建的堤坝，只是后来没有运用上呢，就毁坏，就丢在那里了哈。那么中间留的时候呢，是留的1米宽的距离过那个河水，后来涨洪水呢，就慢慢的淘，就把中间淘大了，边上呢也冲掉了一些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当然这个工程呢，在当时呢也是一个壮举吧。因为他们2个村的人合力在那里修堤坝，修了2年才修成那个样子。而且修的时候呢，因为河水大呢，他们就是一边在不停的往外抽水，一边呢在那里修，而且又是全人工的方式，已经很厉害了，我觉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呢，我在老家新庄村，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手指的方向？这里有一个白白的悬崖，这儿呢就是大发天曲，非常有名啊。整条水曲呢是从悬崖上通过，总耗时30多年非常震撼的一个大工程。那么这个边上呢就是正在修建的仁遵新高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大发天曲可能直线距离都有好几公里啊。不过我想用我的无人机试一下，看看我这里能不能飞到大发天曲，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震撼的画面啊。大发曲呢，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镇阁老族乡草王坝村，由村党员支书黄大发带头开凿修建。水渠呢，经过3座大山，大小9个悬崖，10多处峻岭。我们现在要去的呢，就是最险峻的一处悬崖。一直以来呢，草王坝就严重缺水，人畜饮水全靠一口枯井。每天24小时全村人都在不间断的排队挑水，等水一点一点的从枯井里面渗出来。接满一挑水呢，往往需要等上1个小时。连吃水都成问题呢，就谈不上灌溉农田了。加之土地都属于坡地，良田不多，草王坝人呢，只能终年吃包谷饭。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一年四季包沙饭，过年才有米汤喝。这首歌谣呢，真实反映了当地的生活水平和现状。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上级的支持下呢，黄大发组织群众开始新修水渠，准备把距离草王坝7公里外的马家河沟的水引过来。于是呢，这条堪称红旗曲的水渠修建工程
就开始了，但是终因技术原因，水渠未能成功引水。为修水渠呢，黄大发想到自己去学水利技术。1989年，黄大发一边继续担任村支书，一边到区水利站工作。在水利站4年多的时间学习努力，积累了丰富的水利工程工作经验。回村后啊，黄大发再次全力的筹备修水渠，一方面呢向上级政府争取，另一方面呢向下发动群众，多次召开群众会，耐心的说服群众呢共同修建水渠。凭着自己的水利工程上的经验，翻山越岭，带着最简单的测绘工具，独自开展勘察、测绘、定桩、定点、规划水渠线路等前期准备工作。1992年底呢，带着300多名群众苦干苦战，用锄头、钢钎、二锤和双手硬生生的在大山上开凿水渠。需要炸药，他就光脚步行30多公里去炸药厂背炸药，脚板都磨破了。就这样，黄大发呢带领着乡亲们，经过2年多的努力，历尽千辛万苦、重重困难，与天斗、与地斗，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1995年的春天呢，带着零伤亡的骄人战绩，一条跨越3个村、10余个村民组，主渠长7200米，支渠长2200米的草王坝大渠终于竣工。清澈的水流流到草王坝村，不仅解决了草王坝上百户群众的饮水困难，而且黄大发呢又带领群众开展坡改梯，把昔日草王坝的荒山荒坡变成了良田，稻田从200多亩增到上千亩，每年呢可以收上百万斤的水稻。不但解决了人畜的饮水问题，而且也改变了以前只能吃包谷饭的历史。所以啊，当地的村民呢都称这条水渠为大发渠。黄大发的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啊，得到了媒体的大量报道。2017年度呢，黄大发被评为中国年度10大感动人物之一。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啊，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也欢迎大家呢来到我的家乡做客，大发渠呢离我家就几公里路哈，非常的近。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哈，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在我们看到这儿总有一些玉米，但是感觉这个地方土质会很差，为啥呢？看种的这个玉米就看出来了，感觉还跟上世纪70、80年代种的玉米差不多，好像就没有给肥料一样的，实际上它可能是土质的问题。这个房屋的一整圈都是用这个石墙给围起来的。这边就是一条小路上山顶了，上不去了。哎，这就是朋友们要的世外桃源吧。这又有狗，我的个天！高人吗？我还是跑呀，还是跑呀！你会招呼啊？我招呼刚高球了哇！哎呦，你们这儿好安逸，2块哈。你们那叫哪个地名呢？我啊，杨思爱。哦，这叫杨思爱哈。上面去不到了。今天走上路显山了。上面走显示山，你走小路了嘛？走小路。小路可以走到显示山。现在到绳子都到头了。到绳子都从这里上个道吗？就这。那我看那个河沟上没水的，你们这测水多少来？我有坡过来自来水哦，水管来水哦。坡过有自来水啊？原来山龙坎路底下有水，显山有河上，所以国康到常州。我有4、5个路来国康水，这显山那个水。国康哦，国康啊，甩到唐州，我们刘姐，山龙坎有股，自哈墩有股，还有老头有关，3股水。都是显示山来的。
仙人山弄高，它来哪带水的呀？仙人山个寺庙个塘啊？原来黄泥高也放地不好，俺流的吃水着，总是干了。总是切不了。这吃水，我们花摘进那种水没什么。水太深嘞。无底的他们。无底啊？没底的。这从个海有到海有。你们的意思在仙人山上面那个水是通在最底去的？原来是嘛，他看山队中来看过的。你还有金扁担、菠萝卜起来呀，很多宝贵东西哦。龙也有，龙有个到西窗，一个往东窗嘛那个分有龙啊。都有，进去看过的。看山的，看山的，还有金扁担那些。就是仙人山那个寺庙边那个塘了嘛。是哦。我上去过的。小个头，这个山嘛长弄的，它草长起的。我不知道种是流水。你这个小路走哪去了？你这个小路上山的哈。你一个走山那个耍的。我想这样的，还可风头的。风头，看你可能来那个地方哈，有点旺哦，我朝不干了，来有点北转的哦。把风头放在山坡，有疯子来了就可以把背转来。你养了好多蜂啊？这样子没有那蜂，3-4头。3-4头啊？这样子我这晚上耍2个月耍了呀。耍2个月？我这哪里耍来？我这5月初4天。7月初4转的。走哪去耍了吧？我在上海。上海到安徽啊，那边耍的。你还潇洒呀！飞机要走上天，这碗棉花那个一片白啊！晕了嘛？一片白啊！就这安逸。我不是还关车列车员，把厂子关了要慢慢要笑了，要飞机要吹呀。神呐，这边有点神。我看这个山的这个身形都有点神了。这种人跟的，一挂的话，这个人这张的我走了别上。你光能看到你走了走好噻，我晓得。你看到很近，走了你这3年没赚钱，你要走了。你上我就走不了。你上我都走不了。看你很近，我估计要走到那个风扇杆的，估计都要走2个小时。那我走了，你等你把放这里的人都来耍。这不吃了吗？不吃了。我就在进来逛耍哈儿。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遵义市汇川区三盆镇这个混子河这里。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边上面是一个大的这个悬崖？那么上面呢住着一个村庄，村庄的名字呢叫做高雄村哈。上面整个呢相对比较平，整个村庄是非常漂亮。而这个公路呢就是进村的唯一公路啊。然后这个下面有一条河，大家看看非常漂亮啊。然后这条公路过去呢，要到对面那个悬崖那里，然后再倒过来，从这个悬崖上去的哈。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挂壁公路哈。我这个镜头调过来，你们看一看。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看到没有？这条公路呢，就是进村的公路，然后要到前面那个位置调过来啊，通过那个半悬崖，然后上去进村庄。整个村庄呢就在这个悬崖上面，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村庄。这个地方呢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贵州的这种喀斯的地貌啊，它整个呢有很多的这种山，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陡峭的山。大家看这个以河为分界线，右边呢是这个叫李村，左边这个悬崖上面呢就是这个高雄村了。很多朋友呢看到我的视频啊都非常喜欢这种山区，但是像那种特别大的地方那种山的话其实是不太适合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就
非常适合大家过来游玩呐，或者说在这里小住啊，因为这个当地呢有一些这种民宿的啊。而且呢，我注意看了一下哈，其中有一些房子呢也是属于空置的，当然没有其他的地方多。如果说你想到这个地方来租房子，然后长期住呢，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村庄啊，离遵义市啊大概30公里，它在这个从遵义市到三盆镇的这个途中啊，而且这个高雄村周边的几个村庄也都非常漂亮，就是周边几公里内吧。大概这个地形都是跟这边差不多的，而且这边呢，刚才大家看到了，下面有一条比较大的河，那么河里面也可以钓鱼，是吧？下去玩耍也是非常好玩的。然后呢，这边也是李子之乡啊，这2个村庄呢都种有不少李子，过一段时间呢，就李花就会开了哈，也非常的漂亮。因为现在呀是这个春天嘛，所以很多绿色的这种植被啊都还没有长好，包括地里面也没有种上东西哈。如果说在这个夏天的话，这边的风景是非常非常好的。很多朋友啊都让我跟他找一找，就是山区有没有地方适合养生养老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村庄就非常不错，乃至于周边的几个村庄都很好啊。如果你来遵义的话，我建议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啊。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在毕节大方的游沙河景区。今天呢，要带你们去看一个奇峰异景，也就是像刀片一样的山峰，上面竟然在200多年前呢就建有一座寺庙啊。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边上呢停了好多的车，都是停在马路的一边。它只有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呢，这里才有这个转运的车辆。然后现在呢，就是所有的车呢都能直接开到景区里边来啊！你们看这个路的边上呢，左边一排呢全部都是停的这样的车辆。哇，这里还有索道吗？索道就算了，我就是去那个鲜鱼峰玩一下。这个前面这个风雨桥这里就是售票的地方啊。现在我们去买票，我只到鲜鱼峰，什么玻璃栈道、索道我就不去做了，我觉得没意思啊。哪里买票？这里。扫什么码？要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扫码的话，它相当于是每个人一天有一次简单的机会，可能分3块、5块、8块、10块，具体最高多少金额我不知道，最低多少金额我不知道。如果你在那买的话，100块钱就100块钱，但是你在我这买可能98、95呀，或者说92呀。25。哎，对，他们今天最高的，目前最高的有8块的。本来不想扫，不想扫了，人家小姐姐非要让我扫，结果扫了还省8块钱是吧？像这个鲜鱼峰景区呢，来拍摄的自媒体人非常多，所以它名气也相对比较大。那么现在呢，基本上也是人比较多的啊，所以这个宣传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从景区门口过来就走这样的小道，然后大概是走10分钟左右吧，就到了鲜鱼峰这里。但是爬上去不知要多久啊！我们现在往上面爬，哇，下面太恐怖了！这个下面万丈深渊真的是。现在就开始从这里爬峰顶，看一下这边一个超级大河谷，有点像那种侏罗纪公园的感觉。哎呀，上！耶，这上面人多嘞。终于登到顶了。这倒是，这就是顶部的情况。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遵义梅潭县高台镇的葫芦塘，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神仙的住所啊，太漂亮了。对面就是一片特别漂亮的这个崖壁，然后呢，我们这个后方这边是三渡镇云门屯的景区，这个下边这条河呢叫做桃泥河，水特别的清澈，非常的美。然后那边那个峡谷呢，就是云门屯上面的那一条河流，那个叫梅江还是诺安江，我忘记了。然后这个我身后哈，这个上面是有一个寨子，风景特别的漂亮哈。然后呢，下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碎石，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片碎石实际上是若干年前这边的这个岩壁垮塌下来，然后堆积在这个河道里面的，是不是这样，朋友们？环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这边。然后通过这一条毛毛的公路上去，前面拐弯呢，就可以到达上边一个寨子啊，上面有好多的木房子啊，非常的好看。对面就是云门屯的景区，这个位置有路通到河边，咱们到河边去玩一下。大家看，应该有不少的人下来这边钓鱼。我看到上边停有一个三轮车，还有一个摩托车。哇，朋友们，这个河边真的是太美了。这个位置给大家看看，你们自己说美不美？朋友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吧，这个环境真的是美如画卷呀，太美了。看一下这里，就是两河相交的地方。如果说能住在上面这个寨子，这里是多么爽的一件事情，可以在河里钓鱼。在钓鱼啊，钓到没有？这里就是两河交汇的地方，美不美？他们都是别的地方跑到这里来钓鱼的，不是当地的人。然后你如果说进入云门屯景区的话，这里就是河边的这个栈道啊，顺着这个栈道一直从这里步行走到下面去就要乘船，然后再到达这个水上大天门的这个位置。你们想一下，住在上面那个寨子，然后这里有一条河流，你偶尔可以下来钓鱼，步行下来呢，也就是10来分钟左右，非常的近，环境又优美，爽不爽？是不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对面就是景区，景区的人也过不来，你可以看到那边，尤其是夏季的话，热热闹闹的人，但是你过不去，他也过不来，是不是挺爽的？对面那个是景区内部的一个龙头，你们看那个岩石啊，很好看。然后这里呢就是村庄的田地啊，这边呢就是这个小村庄，这个村庄相当于是河流环绕啊，非常的漂亮。我们走进去看一下。哟，前面有只小狗，会不会咬我？哇，你看这个小狗好友善呐！你看我过来，它的摆尾巴，它都不咬人了。看，哇！这里算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古村路了啊，大多数都是木质结构的房子。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古寨，
你看这些路基本上没什么人走哈。我们看一下这一栋的木材房子，这个是没人居住的。看看这个门口这个院坝都是荒芜的，而且这个木材房子是非常非常的高大的，大家看看，它是有2层结构的。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个地址啊，高台镇龙塘组，这里是天河村。而且这边的房子建的都比较大，看看2层哈，它这个木质结构的这个房子的话，2层都是可以居住人的，大户人家，看了吧？这个是还有这个关门的这个挡板，这一片都是这个木质结构的房子，看看应该有好多是没有人居住的，这一栋也是没人居住的。看一下这一个房子也非常漂亮，这个也是没有人居住的。看看这个房屋门前的这棵老树，依然这个枝繁叶茂啊，守护着这个村庄。哇，穿流在这种古寨子的这个小道里面，哇，我天，这边好多的房子都是空置的。你们看哈，这个木房子也是没有人居住的。这边看上面都没有装，都有这些孔洞。哇，这个地方太美了。这个房子也是没有人居住的，看看。包括下面那2栋也是没人居住的。哇，这里太爽了，朋友们！我天哪！我的天哪！这里有人居住，不知道有没有人。俊家，哎，在睡觉哦？哦，你休息下来。啊，周身痛，哪里的啊？身体不舒服啊？感冒了是吧？哦，那你睡你的觉啊？我在走这里角落耍哈儿。啊，你是哪个？我最近的在这边来耍。哦。啊。你最近的？啊。哦，你哪里做呢？你做？你们这个寨子是不是好多房子都是没人住的呀？对呀。啊。我们多，我们就把你走了。就是房子都是空起的是吧？哎。我看了哈，可能应该是起码有10来栋左右哦。要不是生产对呀，这他也他讲我们我们是有11个人的屋就住着房子。这么大一片，只有12个人。啊。我天哪，那大部分都是空起来了。空起了，空起来年关才转过个年不能走的。哦，年关转来过个年就走嘞。啊。我说看到这个路上这些小路都没得好多人走的。没得人走啊！这5年我有84了。一半人住在这儿哈，房子都挨到起的。啊。这个寨子有好多年了呀？你们这个村？我们这是嘴路。谁嘴儿？我们是八嘴，我们最有些个是八嘴。最尾巴。我们这个好多人是北都人，我祖宗。哦，你家祖宗们来这儿来定居的。我们自己是出去上的，出去的姑娘生的或者这个屋头娃儿生的，现在有200人的，我有工资是没得哈，都是煤炭。发人哈。有这好多人，我工资大地主啊。你家公司大地主啊？哎。你们贵姓呢？我们姓李，我们是全部姓李了。全部姓李哈，这儿。哦。朋友们，这个老人家跟我讲，他们这个组呢有20多户的木房子，现在只有10几个人在家里居住。你算一下，最少有10几栋的房子是空置下来的。
好可惜啊，特别多哈，都是连在一片的寨子。我现在就打算不让我们打一个电话赶着那种。啊，就是如果说有人想到这儿来发展了，一个电话全部都可以转来哈。他空中空间，你建好了，他往那搞运营。这些房子吧，有60年的，要提个得多年。我供了这些学生，我工资这些学生。你说这个房子有100多年了。这个。是北乡哦，全部都是北乡哈。全部北乡。他这个相当于是以前你们公那个时候住的是吧？我做这个我租着生意的，我工地还是你啊地乡。哦，你说地主的时候捏的。这个房子看都看出来100多年了，为了它建的方式都不一样，都矮的以前建的房子。啊，你看现在建的也高点。啊，现在这个50年。也把50-60年了，还保存的还是好哦。老家你叫哪个名字啊？我叫李成信。李成信哈，就是诚信2个诚信哈。这旁的去。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一栋房子呢，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啊。他们这里以前还有大地主，然后像我身后这样非常漂亮的这种房子呢，有好多栋啊，有10多栋，都是2层的这个木质结构的房子，非常漂亮。刚刚那个老人家呢也跟我讲过，就他们这里呢全部都姓李。如果说有人对这个地方感兴趣啊，想来租住这些木房子的话，他们一个电话，所有的人都会回来，因为他们都姓李，特别的团结。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整个这个山脉下来，正好他们这个小寨子这里啊，一整片的平地，非常美。然后下方呢就是2条河流，一条这个梅江河，一条这个陶泥河，2条河呢在下方交汇，对面呢就是一大片的崖壁，特别美的一个地方。你从这里步行到河边的话，也就是10分钟左右，所以这里真的是环境太漂亮了，尤其是适合避暑啊，或者说做民宿啊，做这种木质结构的这种房子的民宿，都会非常的舒服的一个地方。你想钓鱼呀，也可以到河边，这个河里好像鱼也挺多的。所以朋友们对这个地方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这里因为大面积的这个木质结构的房子呢，都是属于控制的一个状态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让我跟他找一片比较大的地方来养鱼。看一下我身后这一片比较大哈，那一摞全是田。我目测的话，虽然说没有几百亩，但是100多亩是肯定有的。然后主要是刚才我从那里过来的时候，那股水是非常不错的，那个水好像是从山体里面直接流出来的，非常的冰凉，好大一股的哈。养鱼绝对没有问题，而且是那种清水鱼是吧？这个叫，等一下我过去给你们看一下哈，我等一下要回去的，我从那边走过来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水是从这个下面流出来的，也就是说从这个山体里面出来的，这个上面已经没有水了，就是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整个水啊，这个水非常的冰，大家看一看，有这么清澈，然后水也不小啊，这么大的水，看一看，而且冬天都有这么大的水的话，就证明这个水源是不小的。从这里流出来的哈，所以我说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养鱼啊，我给你们看一看吧。然后这里是靠悬崖的，这一弯下去呢都是田，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啊，这边是悬崖。然后这里呢住着2户人家，那么水源的位置呢就在那个位置啊，就那么大一股水在那个位置。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下面，整个下面这一坝田都是很平的，然后就是其那个草下面还有一大摞啊，也都是这种一块一块的田，所以这一坝是相当平的。如果说养鱼的话，那么这一坝田挖出来的话就已经很大了，看一看，这里可以挖到
一直可以挖到这边靠悬崖这里来，是不是很大一片？然后这里养鱼的话，养出来应该是那种清水鱼吧，那个水非常冰凉，就是从这个山体里面出来的水啊，就从那个位置出来的，上面是没有水的。然后这里的6米宽的公路呢，是到那一户人家，看到吧？6米宽的路到那一户人家，然后从那一户人家那里下来，弯下来的话是3米宽的路，到这个房子这里3米宽的路，所以交通还是方便的。你只有说用大车拉东西的时候呢，可能上面转一下，实际上也可以拉下来，拉少一点也可以拉下来啊，所以运输这块也不成问题。然后从那个房子那里开始6米5宽的路是直接通我们镇上的哟，然后这个地方这些田的话从来没有被人承包过啊，应该是应该是比较好谈的。这里这2户人家呢，这一家我没有看到人啊，估计上面写的是这个低保户，我估计可能就是1个人。然后上面一家呢，我就看到一个聋哑老人，所以我也没办法跟他交流。刚才我们镜头就照到那个位置，对不对？然后下面我说的下面还有超过1半过以上，还有对面也是有田的，就是那边有条沟隔断的，对面也是有田的。所以说几百亩的要求我觉得可以达到的，200亩我觉得是有的，多了我不敢说哈。所以说我认为这里特别适合养鱼，尤其是那个水是可以做文章的，它是从山体里面直接出来，就在这个位置，就是出水的位置，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文章可以做。人家一来看到你这个鱼是这样养的，比你在河边那种养鱼还要好一点，因为这个水源你自己就能够把控水源，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河边的话你也不知道这个水怎么样，水质怎么样等等，但是这里的话别人不会怀疑。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说，用这种水养鱼的话，养出来的价格肯定是比市场上要贵的，而且你能说服人，因为你就在水源的位置嘛。我为什么要拍这个地方呢？我为什么要说养鱼这个事情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位粉丝朋友联系过我，他让我跟他找几百亩的这个可以挖鱼塘的地方，有水源的地方养鱼，所以我就比较留意啊。然后今天我到这里来看呢，我觉得这里还蛮合适的。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哈，觉得这个位置养鱼不错的，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评论哈，拜拜。大家好，我从卫星地图上发现那个山顶的下方那儿好像有一个小小的无人村啊，我们用无人机飞过去给大家看一下，这里过去的直线距离大概是4公里左右。哇，这个无人村真的是太漂亮了，全部的房子都已经没人住了。我们看到中间这个位置好像还是以前的那种学校的感觉啊，它是一间一间的，然后这些房屋上都已经长出了藤蔓哦。整个无人村的下方是300-400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方呢也是高山阻隔啊，所以说它这里呢简直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可能实在在这个地方生活条件太艰巨啊，没有办法，不得已呢才全部搬离的。但是这个位置如果说留一家人在这里隐居生活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可以说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啊，居住在这里连土匪他都懒得上来，因为真的太难上了。这个地方是非常隐蔽的，在山脚下你无法发现山上有人居住，就连在对面的山上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看到这里的。我也只能是通过卫星地图才能查看到这里哈。大家看一下，我从上面这个公路走下来的，在这里发现有一户人家，
但这个肯定是已经搬迁了的。还有就是说，这个公路的话，你看根本就没有人走，所以基本上这个路也不大可能硬化了。我们过去看一下，这个房子前面还是你蛮看得开的啊，大家看一下，对面就是大山。这个房子是保留比较完好的，还是非常不错。这个院坝这里也是地平水泥全部打好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农村这边的房子啊，如果说在外面有买房子了，那么就会这样标哈，在外也有安全住房。如果他是出去租房子的，就在外面住打工啊没回来的，那么他就是会标成长期外出户啊。所以这个呢，这种房子呢就不会像搬迁户那样要拆掉啊，这种房子是不会拆的，就是人家的老宅基地。所以你看这个都是在修缮的哈，虽然说没有人住。你看我们这边啊，好多都有这种水缸，就是全部是用石头来砌的这个水缸。啊，四边是一边一块石头，4块石头，然后合在一起呢，中间用水泥敷出来的。我们这边以前都是这样的水缸。然后这边是他做了一个偏房，就可能堆点杂物啥的。那么这边这个呢是牛圈，那牛圈呢就已经烂得不成样了啊，这个就没有什么用了。还有就是他这一户人家呀，从这里哈，大家看一下。从这里看上去的话还不错啊，那个上面那里就是我们的村公路了，那么那里就村中心嘛，算是村的中心位置，就在上面垭口。从这里走路上去呢，大概10来分钟啊，10来分钟就可以走上去。但是公路是通不到这里的哈，这个房屋公路是通不到这里的。我看去还不错，然后整个前面也比较看得开。房子呢就住在这个整座山的这个山腰上，而且这一片过呢就这一户人家哈，实际上这一整片都没有人了哈，都没有人居住了，都全部基本上是整体搬出去了。好了，这个就是大山里面的一个房子，没有人住的哈，主人家已经搬走好几年了吧，周围的这个草都长了这么深了。所以没有人住啊，朋友们，如果让你自己一个人住在这个山里面，然后呢，自己再住在这个木房子里面，不知道大家怕不怕？还有就是这一片种地的话，基本上不行了，为啥？野猪多，还有就是野猪出没比较多，像沟底下呀，很多的这个土啊，全部都被野猪拱得乱七八糟的。而且他们有人试图再种一下玉米啊，种一下土豆啊什么的，基本上是不得收的，都被野猪给糟蹋完了，所以地也没有人种。现在这一整片过去都没人种地，越来越多的木房子会空下来。我感觉这个需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措施啊？就是政府，因为太多空的了，因为像城市里面的人是吧？很多人就向往到山里面去偶尔住住，而且我今天要跟大家说明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很多人说，这个比如说我拍了一个房子在这里是吧，都会说，这个房子我要了，你帮我问一下多少钱的租金。我今天回复一下大家哈，我没法去跟大家问，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管去怎么问你，最终你想到这个山里来住的话，你最终也要到这里来看，对不对？当你来了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另外的地方比这里好的地方太多，你又不会选择这里，这样呢，我就很麻烦，知道吧？我要去跟你问这样问那样的，我很麻烦。所以说我跟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如果说你觉得山里面挺好的，你想过来这边，小住一段日子啊，或者租个房子，经常过来住一下呀，那么你最好是要自己过来，因为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来看中哪里，咱们就租哪里。我也要去打听，也要去花时间，也要去花精力去
了解这个事情哈，所以呢，大家要理解一下哈。但如果说我拍了视频之后呢，大家问我这个详细地址在什么地方呢？我以后呢，我尽量就是写一个，跟大家写一个之后呢，然后把那个评论置顶，这样子呢，大家就可以大概知道是位置是在什么地方哈。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观看。没有点关注的朋友，记得帮我点个关注啊，感谢大家，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呢，我又要到前2天我拍视频的上面那个隐蔽的村庄，就是从这个峡谷步行上去。然后呢，有一位粉丝朋友呢，他就非常看重那个地方，他想让我跟他问一问那个地方，就他想在那里买一个房子。我今天呢正好从这里过，然后这位朋友呢，他再三的跟我说过哈，所以呢，我再上去帮他了解一下情况，看一看他们那里房子有没有卖的，然后就是具体价格是多少，去帮他问一问啊。我们到那一家去问一下吧，然后这边也有几栋木房子，我们顺便跟着问过来。吃饭没有？走。哎呀，耶！你们还搞的养着啊？两个了。你们到马路通上来没了？我们就从这，就去我们这里。就去你们这路。哎，我这时间差不多。好。就在现在，就是我们找的。哦，这个房子还有办多少意思噻？哦，他的3安了，香盆儿都有。这个就他的是吧？对，就那个香盆儿。你有他们电话没得？咦，看你们不熟人呢，不是？你不可能嘎别联系的没得电话的噻。他这个房子呢是这样竖进去的3间，也是100多个平方。然后这外面是牛圈，也可以当房屋基地来造。路呢就在那个竹林下边。古人的号码都搞不懂哦。古人的号码都搞不懂。谢谢。你找得到没嘛？跟我问下嘛。啊？我想问下他卖不卖？像他们这种空的房子，这里多不多？还有没得？就是这类小房子，我这个房子不要拆。他这个是想玩3间了。也是3间。哦。3间嘛，他这个是拆，他那他这拆到了原来，他们家好像我好像欺负他没得办法，拆到现在的，他们买吧，真是。哦，那我联系到他呗，下边有人住没了？人家欺负他，外姓呢？知道吧？哎呀，就是弟兄间的人际强弱了嘞。哎，内生就是这种搞的。是。欺负也没人，一个，他们2个生意都是，哥哥都死了，大概就是到了那哭起水了，天气他不好。对，他一份的话，也是这个样子。也是这个样子。按5块钱。原来我住我的玻璃家一前头，把我打成残废了，我还跟他别离说了话。我住人家的前头，他都不高兴了，搞得我打都打的。打你啊？打要不我打了那个1月了的，我才在上面做了10几天，把原来没得钱了嘛，没得钱了没有办。现在计划这样了嘛，我们要看就全都查过了嘛，书都没对啊，个时间了，好可怜哦。你玩了？哦，没有读书啊。自己姑娘儿的嘛，人家就恨了，就这样子，咋的还没得那个恨。这家人嘞？哎，对，他想你。人家说的兄弟指望兄弟穷，真的是。就是这个意思，他管也不得，就把你打死了，汤都喝不起，就是这样子的，搞得这些地方哪通都是一样。还是就是啷个讲的，没得文化，没得文化的思想保守。对。这里有一个问你的房子，你给他讲。喂，哎，你好。喂，听得到喂？我想问下你那个房子啊，你要卖呗？一说外面有个老板呐，他想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买个房子，拆了重建，然后在这个地方生活啊，意思在养老啊些。
不买啊？哦，好嘛好嘛好嘛。100万。我不要得人家出不噻，你如果安心办办，你就说个价噻，我跟人家讲噻。大家看一下这一家这个房子呢，倒是空的啊，但是我不敢跟大家介绍，为什么呢？刚才上面那个阿姨跟我说了情况，所以说我了解情况之后呢，我不敢跟大家介绍了哈。大家好。我走这么远的路上来呢，其实也是想确切的了解清楚啊，因为那个粉丝朋友呢，他非常的觉得这个地方可以，但是我刚才跟那个阿姨聊天之后呢，我不敢推荐了哈。他们隔壁那个房子是吧？我就是问了一下他那个房子可不可以卖，然后他直接给我怼回来了哈。他说：“你想得出来哦，卖100万你出吗？”然后就这样就把电话撂了。然后呢，再加上这个阿姨说的，他们下面那一家就是刚刚我摄像那一家，也是几兄弟，关系不是很好。都是那种。可能这里他们邻里之间这种关系啊都非常微妙啊。首先第一个呢，这里没有什么空房子，有的人家也不一定卖。然后这种环境呢，我也就不推荐大家来了。就没帮到这位粉丝朋友哈，实在有点抱歉。100万，说实话，在这里真正的要100万买个农村的宅基地谁出啊，是吧？那个就是说的气话而已。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赤水市的宝源乡，今天呢要带你们去参观一座100多年的地主老宅。这个地主的名字呢叫李本初，当时是宝源乡最大的地主。这个都不算厉害的，最厉害的是他呢是当时当这个区长，然后他儿子呢是在宝源乡当乡长。厉害吧？现在我们就一起过去看一下他的老宅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哈，我也特别好奇。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写有李家大院文物单位的这个字样，那么证明这个房子现在是受文物保护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从那边过来，只是这个外面进去的这么一排房子就有10多间这么长。你们不要误以为它这个是后面建的，不是啊，就是外面这个墙都是100多年了。大家知道赤水丹霞地貌呢，石头这么都是红色的，土也是红色的，是吧？大家看下面呢，就是非常大块的那种石头，然后呢用石匠来敲了之后呢，就这样子把这个房子垒上去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大一块一块的这个石头啊，然后这里还有红砖，这些呢都是建造于100多年前。那2楼呢有这个木质的这个走廊啊，也就是阳台嘛，我们现代人说的，非常的大气啊，只看外面就非常的大气。那么进入它这个大门的这个位置呢，是整个圆弧形，下边比较大，然后慢慢的缩上去。这个就是进地主家的这个大门哈。啊，看着非常大气啊，全是这种石头。吃饭没得叔？吃饭没？啊。哦。在你们家住这儿了？哦，我在这儿住。你是这个地主的后代吗？是不是啊？那是我们自己的。你是他们后代不是吧？哦，是的。不是的哈。哦，等于土地改革后来之后就分给你们在这儿住。嗯。哦。那个大伙地主往土地改革做2吨到现在。要嘛70那你想嘛，过这。哦，是这样的哈。啊。进到这个大院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2层半的一口井，也就是4合院的
房子，就是当时这个地主打了之后，就等于就全部就分房分进来的。哎，对，地主遭镇压了，追来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不赶来这个屋子的不说，就是别的人来搬来这个地方。搬了好多家进来，当时。全都是外面进来的，一家姓李都没有。一家姓李的都没得。等于他这里是李家大院了嘛？对，就李家一个地主家兄弟。当时进来是好多户啊？当时进来，他是一家人分的2、3户的。哦，我可能都有10多户。都有头10户吧。那他这个房子里面有哪些东西是比较古老的文物这种？它是字房，它也是在喜欢的祠堂，但是就没有雕刻花花多多。它这里面因为住的地方并没有做很多花样的东西哈。同样的古董就是最所以非常就是非常方便，全是金丝楠。金丝楠吗？用来看，他是用刀来敲了，看片来说，片来看过，这个地方有是敲的，刀来我到敲的。哦，这个就是楠木。这个是楠木，你知道的吧？我有说就是金丝楠木，这基本上都是金丝楠木。在去年、前年，不只是水，这一年我地方是抠过的，没有人在这。我们大家有人来抠过的。抠了，走到那么大一个洞，抠下去有2米深的样子。泥缝往下2、3分啊。你这里。这里就是等于说意思是你们人没在的时候，有人来这抠过的。抠了2个地方，这里抠了一个地方，那屋里抠了一个地方，不知是谁是抠的都不知道。那你们这么多户人在这里住，为什么不知道呢？没有人在屋头啊，都。你那么多户人，不可能没有人在屋头啊。我去往年我都在外面打工啊，我都去年前年回来。全部都出去了。全出去了。那是不是地主的后人来挖的？不是，应该不是的。那就是有人探测到这下面有东西。对，应该是这个。因为金银的话，1、2米是探测得到的。对于被人家偷过。对。是什么时候的事？去年的样子啊。去年。就是去年被偷的。去年偷的，前年的。前年。前年。是前年。厉害哦。这里面是肯定有东西的。据说地主叫李本初是吧？对。当时是区长。区长。然后在你们宝源乡的话，这里是说是最大的地主啊。对，宝源乡是最大的。他儿子叫什么？李由荣。李由荣是当时在宝源乡当乡长是吧？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一堆泥巴都是这个地方造成，就是这间屋子，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应该是一个灶房啊，这个呢是后来的人家弄的灶头，就是这里泥巴都还在。这些木料，我告诉大家都是楠木啊，都是楠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古董的东西，像这个。都是这个以前打的这个水缸，这些都是石头的水缸。看这个是盆，这个是那时候做来这个泡澡的盆吧，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孔可以漏水的。大家看这些石头都是非常大的。在那个年代啊，就是地主被打压之后啊，这些房子呢就分给了当地的老百姓，而且这个因为叫李家大院嘛，刚才我们那个叔叔也说了，就是一户姓李的都没有，全部是其他姓氏的在这里面。大概当时进来有10几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以前的地主大院有多大。我们现在呢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地方的这个地理位置。当初这个地主把房子修在这个地方，肯定有他的考量。为什么？后来他们10几户人家搬到这里面来之后，在这里面也考出去了10几个大学生。你要知道，在比较偏远的农村的话，一个村庄想考出去1、2个大学生都比较难哈，在以前的年代。所以这里的地理位置一定是非常漂亮的。当时这个地主在整个宝源乡10里8乡的都是非常出名的，所以你们要想来参观一下这个地主大院的话，
你可以到了宝源乡之后随便问啊，都可以问到这里。这一座地主大院价值连城，因为很多的这个木料都是金丝楠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在宝源乡最大的地主，而且地主本人是当区长，他的儿子是当这个乡长。你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时候是多大的官儿，对吧？我也看过很多的这个地主老宅，但是这一座地主老宅确实是让人感觉特别的大气。为什么？因为他这个老子那时候是当区长，然后儿子呢是当乡长，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院落里这些柱头好像都是这个金丝楠木的，然后这些木料大部分都是金丝楠木的。大家看这一座地主大院就是价值连城哈。说实话，一般的地主根本达不到这样的财力哈。好了，今天这个地主老宅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哈，咱们下期再见，拜拜。人家冤枉你，说你打架抽烟，然后你就生气，真把人打来。大家好，现在我在正安县的大山里啊，这里有一条小道通向山那边，看模样呢，经常有人走啊，估计那边呢还有人居住。今天咱们就过去探访一下啊。我的这个车子是停在山那边的，我已经走了一会儿了。这2天呀，在这个大山里面穿梭也有点热的，不知道还要走多久才能走到有人居住的地方哈。这个下边的路啊，看起来走的人比较多，但走到这个山上来就没这个感觉了，就没什么人走了这个路。这怎么走到这里越走越没路了呢？我这还要不要继续走啊？这个可以吃啊，朋友们，你们看到这个一模一样的就是可以吃的，真可以吃，不跟你们开玩笑。你们看看这个是不是彻底没路了？然后这个山梁上这些马耳草、这些嫩草特别的多，是吧？嫩草非常的多。哎，怎么这里又有路了？神奇！这里又有一条小路，那继续走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地方啊，整个就是荒无人烟的一种感觉。哎，这个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有一栋房屋了，这里这一块空地就是以前的宅基地，对吧？然后这一户人家呢，肯定已经搬迁出去了，然后呢，可能是老人家要回来，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搭了一个那个棚，在这个地方临时居住。最主要的可能是在这里养蜂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喂养了好几桶的这个蜜蜂。这个门前呢，这里有放了一些木材，包括那儿还晒有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看到门前这块土地这里呢，它种有一些土烟，还有一些玉米啊。但是我在这里说了半天话呢，这个棚子里好像也没有人出来。我估计呢是上山上去了哈。咱们继续往这边向前走看一看。这个电线是继续往这个山那边拉的，所以那边一定还有人居住啊。今天这个太阳挺大的，我在这个山里面上上下下的，到现在为止差不多已经走了1个半小时了。我现在呢，大概已经翻过了2个山梁。一开始是爬山，现在你们看到我是下山，对吧？就是一上一下，经过了2、3个地方了。这地方怎么这么陡啊？哦，这下边有一个平的地方，我估计呢，有人就是住在这个下边了。因为我们从这个卫星地图来看的话，一直往前延伸出去3、4公里呢，还有人，但是我不可能走那么多路啊。下到这个山腰好凉快啊，
又让人感觉豁然开朗。看到没有？看到房子了，这里也是有人在这里居住的。我们看看，有种了好多的这个玉米，然后这边种有一些菜。这个地方就比较平坦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地处一个山腰，但是它是山腰的一个山坳处。然后呢，在这里有一大片的良田，对吧？这土地非常的多。诶，咦，还养了个狗。你们住在这里吗？这里是你们宫？你们住哪儿了？在下面。还要往那边走啊？就是跟着路下去。跟着路下去有好远吗？没好远，70分钟就到了，14分钟。在这儿还有几家啊？在这儿。还有你舅舅屋，还有你屋，还有这里，等于这里有三家哈，这一片。等于你们要走的话，也是从我走的这条路过来出去。那你们出去不是要走1个多小时啊？你好大了？我啊，15。你15岁？没读书啊？没有啊。读到初二？读到初2就回来了？那你不是刚回来2年？为哪个不读啊？哎呀，我跟你讲嘛，我都不好意思讲。有哪个不好意思啊？因为在学校我都不晓得我做啥子错的，因为我没有打架，没有抽烟，他们都怪我。没有哪个？没有打架。没有抽烟，然后他们就说我打架，我抽烟，然后我生气，我就把某个人打的，然后我就抽了一根烟，就把老师抓到了。人家冤枉你，说你打架抽烟，然后你就生气，真把人打来。你何必呢？本来没有的事儿。污蔑我心情不好啊。那心情不好你也不能去打人家噻。我本来就是下课就在桌子上面睡觉写作业，然后他就说我打架，气不过。你是一个人在家里面吗？还有我爸爸妈妈。你爸妈也在家？啊，你是在这儿来耍？然后望牛。望牛？人家有好多牛啊？7、8头。专门在山里面养牛了。对。你们家种地没得？种的，这都种的。这是你们种的呀？我下面还有。哦，你就是那个就回来就没读书？没有啊。2年了嘛？是哪个不让你读吗？是你自己不读？不想读啊，读不下去啊，真的遭冤枉太惨了。每个星期都要遭冤枉2次。人家何去何整你？对头。你跟老师说噻。老师就是因为我数学不得行，他不相信我啊。可以到别的学校去读噻。不想读的嘛，那么也可以出去，也年龄也不到哈。你几姊妹啊？8姊妹。天。真的。你占老几啊？老5。女生占老5。现在还有1个弟弟是吧？等于你是总的占老7了嘛？我发的这张就是说做会社会猎人。你说你才15岁，你去发这种成年人的照片，还说做回社会女人，这不对的噻。还有没有视频？有没有视频？视频啊？害怕看到你要吼人家。不吼啊！我好好的跟你说啊，我吼你装嘛？我跟你讲，你要发哪个视频？你想听吧？你比如说我在这追牛的时候我把摄像机放那儿，你就把它拍出来，然后你又自己拿起镜头对到牛往前头走啊、吃草的这些镜头也可以拍。父母喊你的镜头你也可以拍，喊你吃饭了你也可以拍。那么你就把这些拼起来，比如看到山上哪里有个那个好玩的东西啊，你也可以拍。你自家的房子你也可以拍。那么你把这些东西拍了无数的镜头啊，把它拼起来。拼起来之后啊，你就说我在大山里面养牛啊，或者你说你没有读书了，我回来帮到父母干家务啊，干农活啊都行。但你不要去说不好的。我打游戏带他们上排位，没说噻。
打游戏也打得很吗？不是，我是偶尔打。嗯。然后有时候他们喊我带他们上分，我没有看到，然后就找他们骂一顿。那你现在的想法是啷个哟？不打了噻，游戏卸载了噻。游戏卸载的，不打了。那么未来有没有想法没得啊？15岁啊？打算是今年这期办个户口本，身份证。今年直接办个身份证。然后呢？然后出去广东那些就上噻。你姓啷个？我还没有问你。我姓李。等于你今年把身份证办了，明年就可以出去了。你听我的嘛，你这办的好好的拍嘛，就像我跟你讲啷个拍嘛。虽然说你是读书遭人家也冤枉的哈，但是不要去把这些当成啷个记仇啊。我没有记仇。我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对，就是要学会不放在心上。明年子他出去在外面去上班，找个好点的班上，一个月有几千块钱噻，买我需要学习的东西。然后来好好的学，如果自暴自弃了，就怪到哪个都帮不了你。上次我跟我爸爸商量事儿，我爸爸不干。哪个事儿？你跟他商量？就是我们就是图评嘛，然后他们说需要当那个，就是做暑假工嘛，然后我爸爸叫我爸爸不干。那不干嘛就听他的嘛，反正做暑假工也做不到几天，是不是嘛？你要听父母的，有些事情你不要跟父母吵。首先你要晓得呢，你现在的认知世界跟他们也不一样。他们天天住在山里面，他们好多东西都不晓得。你晓得的互联网的东西、外面的东西，他们都不一定清楚。所以你不要跟他们吵，因为你理解的东西他们理解不了，懂这个意思吗？你只要年龄到了，出去打工的，好，你就会认知到更多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你又想做啷个，你就会做啷个了。他们也不管你了，对吧？所以说呢，你在屋外头呢，就好好的帮他们干活儿就行了，不要跟他们争吵，没必要的。你内心也比较强大。那么我觉得你未来哈很有可能会成事儿，出去上班了，然后一边上班赚钱，一边学习，花个5年的时间学习，然后才20岁，那个时候再想我想干啷个都行，不要慌啊。本来就不慌，我不慌不忙。对，你说你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同学也都看不起你嘛，说你山里面的嘛，对吧？是噻。但是你自己不要有这种想法，人家看不起你自己的时候，你自己要看得起自己。还是学习是重要的。虽然说你现在不想学习，但是我为啷个说，上班了的之后，你还是要去买书，买一些自己喜欢的方向的书哈来学习，因为学习才重要。你不要一天只去玩手机了，只去玩这个游戏了，就拐了，晓得不？游戏我现在的，这社会上有很多坏人，但是也有很多好人，晓得不？我们要去接触好的人。我觉得跟这个人啷个接触，对我是好的，对我是友好的，而且我们之间也能互补，有很多东西也能相互促进的，我们就结交。他是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我就尽量的少跟他来往。因为你跟这种人一接触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慢慢的受他们影响，就会变成他们那种。对，所以说呢，自己出去交朋友这些也要注意。比如说，就像你说你哥那种啷个，钱又赚起不来，一天抽50块钱一包的烟，当然是你要哥，你没办法。我把我哥电话都拿去了，你都不要说。是吧？本身就是穷苦孩子出身，对吧？你好不容易赚点钱，你结果我干50块钱一包的烟，就算赚到钱了，都要学会省吃俭用，然后尽量的可以让我们赚到的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到这个地方的路，是从山那边爬上山之后，沿着这个山这些小道慢慢的走到这里来的，单程大概是1个半小时的时间。哇，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这里呢原本有4户人家，现在呢只有2家人还在这里居住。我们一进这里呢就遇到一个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呢才15岁啊，但她已经没上学了。从我跟她聊天的这个过程中啊，得知这个小女孩挺不容易的。还好呢，我跟这个小孩交流了一下，我觉得她整个人的心理状态还非常好，然后呢内心也够强大。我呢在此呢也希望她以后出去打工呢能够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希望她未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